Hello， 大家好。8月7号就是立秋。立秋在农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。立秋前后是第2次播种的好时机。对于我们养兰花的人来说，就是换盆移栽的好时机。网上有很多分享，就是怎样利用石斛兰的老枝杆来繁殖幼苗，还有就是老枝杆上长出了高芽，在高芽长出的根大概有1寸长的时候，把它摘下来盆栽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实践过。实际上，这样的高芽摘下来种植之后，长得非常非常的慢，而且苗长不壮。在我的视频第27集里面，摘下来的黑毛高芽长了差不多1年了，就是你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一盆了。杆子大概就1个手指那么长，有点像日本的长生兰那种尺寸。更可恨的是，他自己还是小孩子，他又生了小孩了。这样的高芽摘下来也很难存活，即便是活下来了也会很弱。我手指指的这个地方，镜头上看的不是很清楚，它还继续有一个小芽点长出来。这种小芽点，如果你切断的分下来栽种的话，存活率就更低了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种方法，这种方法简单，幼苗快速长大长壮。这种方法省地方还容易管理。先介绍一下工具。把铁线剪成1段，然后用手把它稍微的拉平，然后再用一支笔这样子把它放在这条线的大概中间的位置，把铁线绕上来，往下一压，这就成了一个 U 型。手再稍微的压一下调整。做了几个这种小工具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先把水苔弄湿再拧干，然后在这个盆子的表面铺一层水苔。哦，这杆子断了，掉下来了。看杆子的这一头又干又细，怪不得它长高芽了。它现在断了也没有关系的。看一下刚才断了那个地方，断口在这，看不看得清楚？根还在盆子的里面，它是从这个地方断头了。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再生，但不一定。这样子铺上了一层水苔之后，离盆面上比较低的高芽的根就很容易长进这层水苔里。再来看这一条，这里有一个高芽，还有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不太明显的点，我就把这条杆子压在水苔的表面上，然后用刚才做的 U 型的工具把它固定。这个时候要尽量小心，不要弄伤高芽。高芽现在很脆弱的，看花荫还没落，这个却落下来了。这个芽几乎没用了，就随便把它放到盆面上，能不能成活就看它自己了。再把刚才带着2个高芽那条枝放到这个盆面上，再利用刚才做的 U 型工具把它固定。在这边再放多一个。刚才断了那个小芽，还是尽一下人事，帮一下它，用水苔把它包一下，再放在盆边。好了，这一盆基本就完成了。现在就到这一盆，看一下
这里有2个高芽，都很接近盆面，但是上面这个呢就比较高，而且杆子很硬，盆口又很窄，很难把它弯下来，就只能把它剪了。其实它是2个高芽长在一起。现在在盆里挖一个小洞，因为是颗粒状的植料，就把它拨在一边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杆子放进去，看一下高度，让上面的高芽跟旁边盆里的那2个高芽的高度基本一致。然后把刚才拨开的植料再填回去，最后在盆面铺一层水苔，水苔比较柔软，而且吸水性好，在盆面上这样子铺一层，高芽的根就往里扎。刚才那2盆太小了，现在举另外一个例子，拿一盆大的吧。这条杆子3个节点上就有4个高芽，也是用同样的方法。看它另外这条杆子，这里有1个高芽，这边也有1个高芽。我准备用同样的方法，首先要在盆面上铺一层湿的水苔，水苔对诱发兰花的根有很好的作用。先来看这条枝，往这边放可以，往这边放好像也可以，但是往这边放，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根，根应该往下扎，所以放这个位置比较好。往这个位置压下去，轻轻的，尽量不要伤到根。换个位置看得更清楚，有一些根还是在上面，但是不要紧，慢慢的它会往下长，用扣子把它固定。长的这一条，尝试一下盆面的位置，这样子可以。首先把杆子上的老了干了的叶子把它撕掉，杆子直的话，高芽跑到了盆外，所以要把它弄弯，把整个枝杆压在盆面，然后用 U 型扣把它固定。这种方法有什么好处呢？母株的根在盆内继续工作，母株的营养会继续提供给高芽，高芽的根会慢慢的往盆里扎。也就是说，幼苗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有母株的辅助。如果我们把高芽摘下来种，就等于剪断了磁带，它就成了独立的个体，再得不到妈妈的营养，所以会长得很慢，也不壮。而我的这种方法，有母株一直带着它，它就会快高长大，茁壮成长。这里还要向大家交代一下，这个高芽看上去是横着，这个问题不大，可以通过光来调节，慢慢的它就会往上涨。这种方法不需要用多一个盆来繁殖，省地方还省事，不用专门的照顾管理，就按平时正常的养护就可以了。这方法你觉得怎么样？欢迎留言。